上回说到，悟空在与弗利萨的决斗中陷入了绝境，弗利萨的力量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强大好几倍，自己与弗利萨的战力差距实在太大了，根本没有任何希望能赢。悟空只剩下最后一个绝招元气弹，他冒着被爆头的风险积攒能量。短笛冲锋战场，以命相搏弗利萨，为悟空争取时间。那么元气弹能否顺利击败弗利萨呢？大王有点健忘了，跟短笛打着打着，竟然忘记了元气弹的存在。就在弗利萨蓄力准备给短笛致命一击的时候，悟空操控元气弹砸了下来。天了噜，居然是在外太空！目测50米直径的元气弹落下来的时候，足足有5公里。弗利萨徒手抵住下落的元气弹，这画面看起来就像是悟空想要元气弹摧毁纳美克星，而弗利萨为保护纳美克星挺身而出。元气弹巨大的能量卷起风暴，以弗利萨的速度应该可以躲开才对，也许是已经手足无措，弗利萨硬扛着元气弹缓慢下沉，终于扛不住了。弗利萨不甘心地发出咆哮，接着一声巨响，湖底被炸出一个深坑，弗利萨被淹没在爆炸之中，没了声音。湖水灌入深坑之中，短笛拖着悟空从水里爬了出来。结局看似美好，坏人被消灭，好人都活了下来，这样就可以风风光光地回去地球了。克林逢人就可以高谈阔论自己曾大战外星人的光荣事迹，甚至连自己的终身大事都想好了。几个人嘻嘻哈哈笑成一团。突然，克林脸色一变，笑容凝固在脸上，接着表情极度扭曲。怎么可能？正面硬刚这么大一个元气弹，弗利萨居然没事儿！弗利萨一发能量波直向悟空射去，短笛撞开悟空，能量波射透了短笛的胸膛。界王差点吓尿了，弗利萨的抗揍程度远超过自己的想象。谁能想到，同为宇宙人，这个家伙如此皮糙肉厚。悟空让克林和悟饭立即找到自己的飞船，带着布马离开纳美克星。悟饭想要留下来帮爸爸，悟空当然不要，你们留下来只会碍手碍脚。但弗利萨表示，你们一个也别想跑。克林被弗利萨的超能力抛向空中，接着砰的一声，克林化作一团血雾死掉了。短笛与克林接连倒下，直接刺激到了悟空。悟空怒气值爆满，空中电闪雷鸣，悟空的气息突然猛增，落雷越来越频繁。悟空的头发有那么一瞬间变成了黄色。弗利萨惊呆了，我老花眼了，刚刚那是什么东西啊？悟空的气息还在不断增强，突然他大吼一声，身上爆出非常强大的能量，接着头发变成金黄色竖起来。弗利萨大魔王终于感受到了恐惧。虽然超级赛亚人一直都是传说，他自己也未曾见过，不过这种感觉，这种强大的压迫感不会错的，一定就是超级赛亚人。悟空催促悟饭立刻带着短笛和布马离开，短笛一死，天神就会死。你应该知道事情的轻重缓急，不用担心我一定会回到地球的。悟饭背起短笛离开，弗利萨还想暗中偷袭，悟空一个闪现来到弗利萨面前，一把将他的手掌捏住，痛得弗利萨哇哇大叫，适可而止吧，你这个混蛋，接二连三的对无辜之人下手。弗利萨拼尽全力想要挣脱悟空，然而悟空纹丝不动，任由弗利萨不断挣扎。弗利萨好不容易挣脱出来，他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。悟空化身成一条黄色光线冲向弗利萨，一拳头将其击飞，接着在空中抓住弗利萨，重重摔在自己的膝盖上。弗利萨背脊受创，惨叫连连。悟空将弗利萨丢下地面，如王者一般俯视着地面。弗利萨起身后浮到空中，与悟空对视。想消灭我弗利萨吗？真是不自量力，你是赢不了我的，就算你是超级赛亚人也一样。悟空冷笑一声，弗利萨大概是被悟空的态度激怒了，一边发出刺耳的尖叫，一边对着悟空一套火力输出。远眼望去，空中就好像在放烟花一样壮观。根据有烟无伤定律，弗利萨这一套技能丢出去，没打掉悟空一滴血。弗利萨越打心态越崩溃，打到自己开始怀疑人生。悟空依然面无表情，毫发无伤。就算你道歉，我也不会原谅你的。悟空冷笑，生死难料，两人啊哒哒扭打在一起。弗利萨还想偷袭悟空，怎料悟空的反应和速度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，非常轻松的就躲开了弗利萨的能量波。弗利萨累得半死，没挨着悟空半根毫毛。弗利萨恼羞成怒，他不相信凭着自己的力量打不到这个赛亚人，你只会夹着尾巴逃跑而已，如果打中的话，必然将你一击必杀。弗利萨语言刺激悟空，悟空根本不屑，你试试就好了。弗利萨一发能量波，悟空不躲不防，能量波正中下巴。那你刚刚贯穿短笛的那一招打在悟空身上，连个擦伤都没有。就算你毁灭这个星球，也无法打败我。弗利萨知道现在已经打不赢悟空了，但与其被悟空杀死，还不如自杀。
弗利萨释放出一道红色能量球，当然他可不想自杀，而是想直接摧毁纳美克星，自己可以在宇宙间生存。但是像悟空这种在地球长大的赛亚人，一个没有在宇宙生存的功能，给本大王死！弗利萨将能量球丢向湖中，能量球贯穿了纳美克星的地心，引起巨大爆炸。界王正在向天津饭等人做全球直播，他看到纳美克星消失在了一阵爆炸之中，摇摇头，完蛋了，弗利萨摧毁了纳美克星。如此一来，除了弗利萨自己，谁也无法存活。就在这时，地球的天神喊话界王，称自己已经派波波去收集龙珠了，用不了多久，死去的人都会复活。界王喜出望外，天使活着，那就证明短笛也没事儿。界王集中信号搜索纳美克星，果然看到了依然健在的星球，以及在星球上活动的悟饭、布马和短笛。悟饭将短笛放在飞船里，出门去寻找布马，终于在一个正在坍塌的山坡上将布马救下。布马真是顽强，几次死里逃生，毫发未伤，我愿称之为地球最强女人。弗利萨害怕星球爆炸会波及到自己，因此在释放能量球的时候压制了力量。纳美克星虽被重创，但还不会马上爆炸。不过星球的核心部位已经被破坏，弗利萨估计只需要5分钟，星球就会彻底爆炸，化成宇宙之中的尘埃。悟空面不改色，5分钟啊，足够将你打倒，然后和伙伴们乘坐飞船离开了。根据时间不守恒定律，动漫里的5分钟大约等于现实世界的5集左右，甚至更长。悟空与弗利萨再次站在一起，这一次悟空占尽上风，痛殴弗利萨。弗利萨大怒，在空中突然一个停滞，接着打出一招空气掌，将气势正旺的悟空从空中击落。悟空衣衫褴褛，露出结实的肌肉，进入最后的爆衣状态。弗利萨也随即急速增强力量，使出全力进入了决战模式。界王隔空喊话悟空，现在正是下手干掉弗利萨的好机会，为什么不在他便秘模式下出手呢？悟空表示，江湖规矩，别打不打，变身不打，坏了规矩，我以后还怎么在健美界和格斗界混？悟空坚持要等弗利萨爆发出100%的力量后再打倒他，我一定要给小林报仇，他已经死过2次了，不能再用龙珠复活了。小林是个好人，是我最好的朋友。界王摇摇头，他已经不是孙悟空了，而是愤怒的战士，超级赛亚人。悟空看着身体不断膨胀的弗利萨，你就慢慢变身吧，我会等你使出全部的力量，正是为了打倒最强的你。身为战士，我不想留下遗憾，你也很想体验一下自己的全部力量吧。弗利萨一阵阵嘶吼，变身成弗利萨 Plus， 力量果然增强许多。硕大的肱二头肌配合上沙包大的拳头，重重锤在悟空的身上。悟空一个加速度，试图摆脱弗利萨。弗利萨很快追上，几拳头将悟空击落。两人在陆地上激烈对打，一通拳拳到肉的对打后，悟空突然笑了。就这个程度，太让我失望了。纳美克星的地壳正发生重大的移动，地面迅速开裂，陆地逐步塌陷，整个星球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。界王星天使隔空呼叫界王，地球龙珠马上集齐，可以将天津饭等人复活了。界王突然灵光一闪，大脑 CPU 开始狂旋转，迅速思考更高效、收益更大的办法。思来想去，他决定让天神改变愿望，直接复活被弗利萨杀死的人。因为纳美克星大长老虽然不是直接死于弗利萨之手，但是因为弗利萨的原因，导致他的寿命缩短了许多，提前寿寝了。如果复活所有被弗利萨杀死的纳美克星人，大长老有可能会恢复被缩短的寿命，因而复活。大长老复活的话，纳美克星的龙珠就会恢复作用。悟饭他们只实现了2个愿望，还有1个愿望可以接着用，用这个愿望将除了弗利萨以外的所有人转移到地球。好家伙，界王这是要卡龙珠 bug， 两面刷龙珠，大长老工具人无疑了。纳美克星的陆地大片大片的塌进地心，整个星球摇摇欲坠，星球最多还能支持2-3分钟，也就彻底瓦解了。悟饭带着布马回到飞船，布马启动飞船就要溜，悟饭摁住布马的手，等一等爸爸吧，他还没来，这就尴尬了。悟空在与弗利萨拖延时间，等悟饭他们离开，悟饭却坚持等悟空回来。悟空与弗利萨进入最后的生死决斗。同一时间的地球，波波已经召唤出神龙，并许愿让所有被弗利萨杀死的人复活。神龙表示自己可以试一试。本期内容到这里便是尾声了，悟空与弗利萨的决斗将会如何？我们下一期继续来说。